作为女帝，我刚满双10年华，后宫却空空如也。朝臣们上书，请我广纳皇夫，开枝散叶。满朝文武，最合我心意的就是太傅，如白鹤般不染纤尘，总让我盘算怎么把她锁在暗室的床榻上。这日，我终于忍不住下药用强。帷幔之中，我费劲折腾了许久。她红着眼尾，沙哑出声：“陛下这样不对，解开臣的锁链，让臣来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桌案上是厚厚一叠备选皇夫的画像，我一页页翻过，看得头昏脑胀。端起茶盏缓缓神，抬眼却看到坐在窗边的太傅崔荣，脖梗雪白修长，脊背纤薄如竹，宛若一只白鹤，举手投足间都可入画。我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，顿时觉得画册上都是庸脂俗粉。其实我喜欢他好多年了，登基的第一天起，就命人在自己的寝宫里修了一间暗室，鸳鸯竹、白玉床、青帷帐，床头雕着大朵的合欢花，那是我们的定情之物，起码是我单方面对他定了情，一切布置都甚合我心意，唯独就少了崔荣。虽然我也命人备了一副银锁链，但他的手腕那么细白如玉，被勒出伤痕会让人心疼，能不用强还是不要用。我喝了口茶，勉强压下心中那团火，轻轻走了过去。太傅，今日是初五，朕又腹痛了。握着笔的修长手指顿了顿，他抬眸，俊冷清浊的眼中似有担忧。陛下近来又吃了寒凉之物？那可不，我近来夜夜想他想得不能寐，靠着喝凉茶降火。可这种事自然不能说出口。我拉住他宽大的袖摆，一脸天真无邪地摇了摇。最近天热，御膳房送了掺着冰的牛乳酪，甜凉爽口，朕多吃了几碗。他弯了弯眉眼，笑得有些无可奈何。陛下怎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贪嘴？说着，从怀中取出一样东西。臣知道今日初五，特意备了这个，陛下暖暖吧。是一只精巧的汤婆子，暖融融的，还带着淡淡的墨香，是他身上的气味。我心中的火又涌了起来，手也忍不住发抖，脸上的笑却越发天真。崔荣哥哥，你帮我捂一捂吧。他微愣，随即起身向后几步，像是在躲什么洪水猛兽。陛下莫要胡闹。我佯装迷茫地眨眨眼睛，哪里胡闹了？明明我第一次来癸水时，你就是这样给我捂了一整夜。霎时，似有胭脂在他脸上晕染开，白鹤化作了春花，屹立的能勾人魂魄。他垂下了眸，修长睫毛微微颤着，像是煽动的蝶翼。屋里一片寂静，唯有他慌乱的呼吸声。良久，他才又抬头看我，脸上红云褪去，眼中亦清润无波。陛下长大了，再过不久就要大婚，臣也终不负先皇所托。又是这一套，朕有些乏了，先回去歇息，太傅慢慢看折子吧。我一口气跑回寝宫的暗室，盯着床上的锁链。崔荣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锁在这里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当晚，我又梦到了崔荣。12岁那年，我很是贪玩，去园子里摘合欢花，还不让随从们跟着。结果狡猾从树上跌落，被崔荣接在了怀里。他对着我笑，叫我小殿下。我的心突然砰砰狂跳，只觉得满园的花跟他一比都失了颜色。呆愣良久，将一直攥在手里的合欢花递给了他。谢你。那年刚满18岁的崔荣中了状元，朝中议论纷纷，都说他做内阁首辅的爹提前给他泄了题。这是闹到父皇那里，父皇把他召到御前，亲自出题考教，结果对崔荣的才学大加赞赏。那时父皇以有意立我为储，就让他进宫做我的老师。我跟着他学写文章，学琴棋书画，写的第一首情诗送给了他。第一次弹凤求凰，也是弹给他听。他眉眼沉静，笑着摸了摸我的头。等小殿下长大了，这些都要送给意中人。日光荏苒，及笄那年，父皇病重，我去京郊的寺庙祈福时，被觊觎皇位的藩王刺杀。混乱中，和侍卫们失散，只有崔荣护在身边。
我们跑到后山躲避，却不慎落入猎人的陷阱。在等待救兵时，我突然感觉有一股温热顺着腿流下，衣衫很快被染红，我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崔荣哥哥，我受伤了，流了好多血。他的脸一下子白了，拉着我检查伤势，手微微发着抖。殿下伤到哪里了？不怕，不会有事的。在看到我腿上的血迹时，他一下子愣住了，整张脸连带耳尖瞬间通红。我战战兢兢地问：血还在流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没事，殿下别怕，我一定是快死了。不然刚刚面对追杀都沉着冷静的崔荣，为何会忽然慌得不敢看我，连话都说不利索？我一头扑进他怀里，哭得越发大声。我不想死，崔荣哥哥，我舍不得父皇，也舍不得你。他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眼泪。真的没事，殿下没有受伤，更不会死。那我为什么会流那么多血？他的脸更红了，比春日里的桃花还艳。等回宫，让嬷嬷告诉你。渐渐的，我发现除了流血，身上并没有什么疼痛，只是有些倦怠，缩在崔荣怀中昏昏欲睡。迷迷糊糊中，耳畔传来个轻柔的声音：殿下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喃喃应了声，小腹发胀，有些痛。一只手伸来，贴在了我的小腹上，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温暖。好些了吗？再融融暖一下，我很快睡着了。再睁开眼时，天已亮了。崔荣闭目倚坐在地，一手将我护在怀中，另一只手还紧紧贴在我的小腹上。后来得救回宫，嬷嬷说我没有受伤，只是长大了，来了癸水。这几日早朝，群臣又喋喋不休，问我名册上的人挑选得如何。我轻轻笑了笑，婚姻大事，朕还需仔细斟酌。崔爱卿，你身为太傅，可要为朕多费心。站在最前面的崔荣垂眸，不知在想着什么。被我叫了一声，他回过神，恭敬行礼。臣遵旨，定为陛下挑出合意之人。我展颜一笑，那朕就等着崔爱卿的消息了。最合我心意的人就是你。你若能懂，今晚就自己乖乖进宫来吧。散了朝，批完折子，看了书，听了曲，连晚膳都吃完了，也不见崔荣的影子。我没耐心再等，直接被车去了崔府。进了门，我摆摆手，没让人通传，自己轻手轻脚地去了他的书房。他正在灯下看着什么，嘴角微勾，眉眼间含着温柔笑意，连我进来都没察觉。在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探身过去，他却猛地一惊，下意识就将手里的纸折起。没什么，是臣的一封家信。哦，我随意地扫了一眼，告老还乡的崔阁老来信了。他不动声色地把信放进袖子里，是臣父亲的信，讲了些家中琐事。我笑了笑，默默握紧了藏在袖子里的手。他在说谎，那封信上的字迹娟秀，分明是女子写的。陛下怎么这么晚来了？我笑意依旧，白天你不是答应为朕挑选皇夫吗？挑的怎样了？他似有些吃惊，垂下了眼帘。原来陛下这么急着想成亲了。当然了，我想亲你想到发了疯。来，陛下。他拉我坐在桌边，将名册打开，从家世才学到相貌品行，逐一说给我听。可我什么都听不见，脑中全是他细白的手腕被锁链缠绕是什么样，薄而红的唇吻起来是何种滋味，细挺的腰坐上去又是什么感觉。陛下，陛下。思绪被打断，我忽地转身，与他的唇只在咫尺之间，甚至能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息。崔爱卿，这些朕一个都不喜欢。他微愣，眉眼灼灼如春柳，美不胜收。那陛下喜欢什么样的？朕喜欢。即将吐露心声时，一阵敲门声将我的话打断。大人，表小姐的马车就要进城门了。崔荣立时直起了身，生怕被人发现离我那么近似的。陛下，臣的表妹从青州不远千里投奔而来，臣要去城门口相迎。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我面色如常。什么表妹？臣的姑母多年前远嫁青州，去年染病过世，只留下一个女儿，孤苦无依。
臣便将他接回来，住在府中照应。表妹住在府中照应，还有刚才那信上娟秀的字，我脑中有什么，腾一下就断了。崔爱卿有事，朕就告辞了。不过今日闲来无事，做了些糕点，想给爱卿尝尝。我边说边从袖中取出一包点心。崔荣大概着急去迎表妹，直接放进嘴里，刚刚吞咽下，就软软地倒在了地上。暗室中红烛高照，帷幔摇曳，床上的人终于醒了过来。他动了动，发现手脚都被银链锁住，一双雾蒙蒙的眼睛看着我，像是只受了惊的小鹿。陛下，这是……我勾唇一笑，崔爱卿，这是朕精心为你准备的房子，喜欢吗？他四周看了看，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。陛下不要胡闹了，快放了臣。崔爱卿是朕的，朕偏不放。说着，我轻身而去，吻住了那让我朝思暮想的唇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温暖柔软。他不住挣扎，却无法躲避。雪白的手腕、脚腕被勒出道道红痕，映在烛光下，艳如荼蘼。原来受了伤的白鹤，脆弱的勾人心魄。我肆意地亲了许久才离开。他极快地侧开了头，将脸埋在散乱的乌发间，全身止不住地抖。陛下，臣是您的老师，不能乱了纲常。那你就别做太傅了，做朕的皇夫，和朕在宫里日日相伴，不好吗？不能这样。我掰过他的脸，抚上他那湿漉漉的眼睛。不愿意也不行，朕在点心里下了最烈的情药，你不与朕在一起，就会死。霎时，他的眸色暗了，嫣红的唇缓缓张开。我心中一惊，大声道：崔荣，朕已派人抓了你表妹，你若敢自尽，朕让他来给你陪葬。不要！他惊呼出声，随后低下了头，带着认命般的予取予求，求陛下别伤他，臣任由陛下处置。我心中猛地燃起一股无名业火，跨坐在他的腰身上，又吻了起来。烛光轻摇，将帷幔上两道纠缠的人影拉得极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下一直默默忍受的人突然出声，嗓音沙哑的厉害：陛下，这样不对。埋手在他脖颈间的我停了下来。什么？把锁链解开？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不行，解开你不就跑了？臣不跑。陛下若不想臣死，就解开锁链。他双眼通红，用力喘息着，像是在忍受极大的痛苦。那情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我有些害怕了，忙不迭去拿钥匙。锁链刚一打开，他便翻身将我圈在了身下。干什么？我想要挣扎，却被他擒住双手腕，高高压过头顶。陛下做的不对，得跟随着臣。我刚要问怎么跟随，就被带入了惊涛骇浪之中。这是在梦中都不曾有过的疾风骤雨。我哭着让他停下，他吻着我轻哄：昭昭，叫声崔荣哥哥。我叫了许多声，直至叫哑了嗓子，换来的却是彻夜的撕磨。昭昭喜欢崔荣哥哥吗？当然喜欢。崔荣哥哥也喜欢吵吵，很多年。崔荣喜欢了我很多年。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我欢呼雀跃地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还真是梦。此时自己正躺在熟悉的寝宫里，偌大的龙床上只有我一个人。守在旁边的宫婢见我醒来，立马喜笑颜开：陛下终于醒了，您睡了2天2夜，真吓死奴婢了。我撑坐起身，揉了揉还有些酸痛的腰。朕睡了这么久？是呢，崔大人说陛下近来对国事过于操劳，命太医开了安神的药，也不让奴婢们打扰您休息。操劳国事，安神药，不打扰休息。崔荣还真是煞费苦心，将那一夜掩饰得干干净净。我不由冷笑了一声。崔荣在哪？崔大人这几日带陛下处理朝政，今天传来消息，说他表妹染了病，崔大人回去看望了，给我灌药睡觉，自己去照顾表妹。我翻身下床，摆驾崔府。陛下，宫婢赶忙来扶我，驻守北疆的宋将军进京求见。见陛下睡着，就一直在侧殿等候。宋怀瑾回来了。我一时愣住。当初得知父皇要给我们赐婚，他吓得连夜就逃走了。我登基之后，他上书说要驻守宛城，为我守护边疆安宁。
反正就是想尽办法不和我成婚。如今回来做什么？我随意挥了挥手，给朕更衣梳妆，照送怀瑾。不多时，一个高挑的身影走了进来。李锦朝，你选皇夫怎么不派人知会我一声？眼前的人乌发高束，眸亮如星，一脸肆意张扬的笑，还和我记忆中的宋怀瑾一模一样。我也如小时候那般敲他的头，只不过他如今高出我许多，敲起来没那么顺手了。知会你做什么？当初是谁一听要娶朕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？他挠了挠头，脸上的笑变得莫名羞赧。以前不懂事，把你当兄弟，兄弟变夫妻，换谁能受得了？这些年我在军营交了数不清的兄弟，才明白你不一样。你要找皇夫，不如找我，以咱俩的交情，若是过不到一块，你就把我休了，我再去给你戍边。我心中不由一动，这提议也不错。既然崔荣避我如蛇蝎，那我不如换个人试试。正犹豫时，一个青衣人影走来。崔荣捧着一叠奏章走来，看到我时轻浅一笑，眸中似有缱绻。陛下醒了。我一把拉住宋怀瑾的手，对着他昂了昂下巴。崔爱卿，朕找到合心意的人了。怀瑾与朕青梅竹马，做皇夫再合适不过。对面的人眨了眨眼，似有些茫然，手指微不可见地蜷了起来。陛下，不要沉了吗？明明是你对我躲避不及，反倒装出委屈的样子。我刚要说话，却被宋怀瑾拉到了身后。崔太傅，你这些年是怎么照顾陛下的？我今天看陛下脸色苍白，脚下无力，定是日夜操劳国事累坏了。脸色苍白，脚下无力。崔荣的耳尖渐渐红了，眼睫忽闪着，宛若蝶翼。我从北疆带回很多京城没有的新奇之物，陛下去我府上看看吧。话音刚落，宋怀瑾就拉着我出了殿门。匆忙中，我只来得及回头看了一眼。崔荣愣愣地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，离得远了，看不清脸上的神色。宋怀瑾带回的东西确实有意思，有从未见过的骨笛、珠串，甚至还有一对绒毛未退的小雪貂。他对着我得意地眨了眨眼睛。喜欢吧？我赶忙点头，喜欢。朕能带回宫玩玩吗？当然能，陛下富有四海，别说这些东西，就连臣也是陛下的。我一下怔住，宋怀瑾这个从小只会打打杀杀的愣头青，怎么去了边关几年，竟能说出这样的话？脸莫名热了起来，想必红得厉害。宋怀瑾开怀一笑，又带着我去骑马。他的坐骑是匹日行千里的良驹，性子烈得很。迟风，乖一些，这可是我喜欢的姑娘。若惊了她，我夜里就再不给你喂上好的草料了。他跟马旭旭说了一会儿，又对着我招了招手。迟风最通人性了，答应让你骑了。登基这几年，我出门都是乘车，已许久没有骑过马了。乍一坐上迟风，心中难免忐忑，但他跑得又快又稳，迎着风，让人无比畅快。不知不觉就玩到了天黑，快到宫门下池的时辰。宋怀瑾一路把我送到宫门口。陛下何时把我拿进宫？我看着他颇为幽怨的眼神，心中一动。你真的想进宫？做了皇夫，可就不像现在这般自由自在了。他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当然想了，不然我干嘛千里迢迢赶回来？好，婚姻大事，朕想办得隆重一些，定会命礼部好好准备。我一字一句说得极郑重，看着他瞬间明亮的眼睛，笑了起来。谢谢你，今日朕很开心。辞别了宋怀瑾，我一路回了寝宫。推开门，却见灯下坐着个人影，一身青衫，姿容俊雅，漆黑的眼眸映着烛影，宛若被洗涤过的暖玉。是崔荣。他的眸光落在我还笑着的唇角，又一开。陛下去哪儿了？我有些疲倦地打了个哈欠。朕和怀瑾多年不见，一时玩得忘了时辰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听到怀瑾时，他神色暗了暗，随即又展颜一笑，端起桌上的玉碗。今天宋将军说陛下脸色苍白，脚下无力，全是臣的错。这是臣让太医院熬的温补汤药，陛下趁热喝了吧。我接过一口气喝完，又不解地问：怎么是你的错了？那夜臣没
没有节制，孟浪了，罪该万死，任由陛下责罚。他越说声音越小，脸上似有胭脂晕染开，比春日的桃花还艳。任由责罚，我不由想起那件暗室和床头的锁链，有些口干舌燥。真的任由朕罚吗？我凑过去，踮起脚，饶有兴趣地看他。可不想，在他的衣领间嗅到一股淡淡的香气。相识这么多年，他身上永远只有墨香，这种味道还是第一次闻到，定是沾染了他那表妹的熏香。我的心顿时像被浇了盆凉水，一把将他推开。那晚的事不过一场玩闹，朕没放在心上。还有，朕准备大婚了，崔太傅身为男子，以后夜里就不要再出入朕的寝宫。朕不想因为你跟怀瑾生了嫌隙。他愣愣听着，脸上血色尽退，连眼睫都在抖。那晚只是玩闹，要不然呢？我冷声道，朕一时荒唐，事后也悔之不及，太傅往后休要再提起。今日朕累了，你赶紧退下吧。从小到大，我第一次这么冷漠地和他说话，也是第一次赶他走。他仿佛怔了许久，才听明白，整个人晃了晃，颤动的眸光像是易碎的琉璃。臣明白了，这就告退，不打扰陛下休息。我随意地挥了挥袖子，他转身而去，清癯的背影有种说不出的伶仃。第二天，我在朝堂上宣布准备立宋怀瑾为皇夫，让崔荣带着礼部拟一个大婚的章程。群臣听了，纷纷跪地向我道贺。偌大的朝堂中，唯有崔荣一人站立着。我蹙了蹙眉，崔爱卿不愿朕成婚吗？有何谏言，不妨直说。他垂着眸，嘴角紧抿，缓缓屈膝跪地。臣恭贺陛下。了却一桩心事，我一边等着礼部的章程，一边按部就班地处理朝政。有时批折子到深夜，回去时总能看到崔荣。自从我不让他再进寝宫，他便总是等在宫门口，见我走来，眼中总会有细碎的光涌动，似在盼着我过去说几句话。可我大多数时候都视而不见。有一次下了雨，风又大，他撑着伞还是湿了衣衫，水珠顺着乌发滴落，整个人苍白的不像话。我好心的将自己的手炉递过去，崔太傅快回去吧，你如今担着朕大婚典礼的职责，若生了病，耽误了朕和怀瑾的婚事，怎么办？他刚刚弯起的嘴角一下子僵住，嶙峋的手指紧紧握着我的手炉，许久才轻声道：臣遵旨。1个月一晃而过，整个礼部啰里啰嗦，对婚典的细节改了又改。宋怀瑾在北疆自在惯了，觉得京城太无聊，问我能不能去围场办一场秋收。自登基以来，整天忙着朝政，忙着对付各地虎视眈眈的藩王，几年没去过围场，只怕里面的猎物多得成了灾。正好出去活动活动筋骨。下了圣旨，满朝文武唯有崔荣不同意，大概因为他那娇娇弱弱的表妹不会骑马，去不了围场。我特意贴心地说，崔爱卿若不忍与家人分别，可以留在京城，朕早已亲政，并不需要你在身边辅佐。他愣了愣，眼中闪过惶恐，连忙跪地，单薄的脊背挺得笔直，求陛下允臣一同前往。我随意笑了笑，朕体恤你跟表妹一往情深，特开恩，允他坐车前往。说完又挑了挑眉，还不谢恩？他抿紧嘴角，以头触地，肩胛弯成个曲折的弧度。谢陛下。秋高气爽，正适合围猎。宋怀瑾把他的坐骑给了我，在猎场上纵横驰骋，甚是畅快。一连数天，收获颇丰。这天又围住了一头吊额大虫，那大虫野性十足，虽中了箭，仍不断嘶吼着，试图冲出虫尾。我被皇家护卫围在中间，远远看着，眼见着大虫逐渐力竭，我的马不知为何受了惊，径直向大虫冲了过去。大虫迎面猛地一扑，马腿顿时鲜血直流，马儿疼得嘶声长鸣，更疯了似的一路狂奔。救驾！救驾！护卫大声惊呼，纷纷扬鞭追来。可我的马是宋怀瑾的千里良驹，又受惊狂奔，护卫们哪里追得上？身后的人很快都消失不见。不知跑了多久，
我全身被颠得像是散了架，手臂渐渐脱力，再也握不住缰绳，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招招！耳畔传来一个撕心裂肺的喊声，接着我被人卷进了怀里，那人紧紧抱着我，在地上飞速翻滚，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那人的脊背重重撞在了石头上，我的头磕在他的胸膛上，眼前一黑，意识逐渐模糊，迷迷糊糊中觉得鼻尖是熟悉的淡淡墨香，是崔荣。原来他还是愿意不顾性命的救我。我想谢谢他，问问他有没有受伤，可只动了动嘴角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躺在浴帐之中，宋怀瑾守在一旁，见我醒来，眸光骤然闪亮，一把握住我的手。锦朝，你终于醒了，真是吓死我了。这时太医进来，诊了脉后，长舒了口气。祖宗庇佑，陛下只是受了惊吓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我点点头，忽又想起一事，去看过崔太傅了没？他伤势如何？太医一愣，低声回：臣并未听闻崔大人受伤啊。我有些着急，他为了救朕，想必伤得不轻，快去看看。谁说他救了陛下？一旁的宋怀瑾蹙了蹙长眉，我带着护卫在溪流边找到陛下时，根本没有崔荣的影子。溪流，昏迷前并没有听到流水声，不过也有可能当时我惊吓过度，没有注意到。我压下心中疑惑，对着宋怀瑾轻轻一笑：原来是你救了朕，想要何赏赐？他眉眼上扬如月，笑得格外潋滟。我不是救驾，而是救未婚妻子，只要锦朝平平安安，就是最大的赏赐。之后几天，我都安心养伤。随御驾来围场的朝臣们纷纷前来请安，见了一波又一波的人，唯独没有崔荣。那日昏迷前，我明明闻到了他身上的墨香。这天，我再也按捺不住疑惑，悄然去了他的住处。远远看到帐篷里的灯亮着，隐约传来咳声。我刚要进去，忽见窗上闪过一抹娇小的女子的身影。表哥，这是我绣的合欢花，好看吗？甚好。崔荣的声音响起，轻而温和。那女子笑了起来。你书房里画满了合欢，我找了一幅最喜欢，描了样子绣的。那幅画上还有个小姑娘，我也一并绣出来吧。将来等你们成了。别绣。崔荣急着将他的话打断，又咳了起来。表哥，你没事吧？女子很是担忧，看影子，似乎在轻拍崔荣的背。你都咳了好几日了，找太医来看看吧。我没事，云儿别担心。表哥，云儿。一个画画，一个刺绣，好一对郎情妾意。我默然转身而去。又过了几天，我伤势痊愈，却再没有打猎的兴致，白迎回了京城。可刚到京城不出2日，大理寺就递上来折子，已查明那日我的坐骑并非无故受惊，而是提前被喂了毒，而那马是宋怀瑾的，也一直由他照料，请求我下旨将宋怀瑾押往大理寺受审。大理寺一连上书3次，都被我按下不表。第4日入夜，我正披着奏折，殿门被推开，崔荣走了进来。自围场回来，他又瘦了一些，周身溢着冷冽。他行至书案前，眸光明明灭灭，比这夜色还深浓。从小我习惯了他温润俊雅的模样，觉得此时的他有种说不出的邪气。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他直直盯着我握着笔的手，雪白喉结滚了滚。陛下何时将宋怀瑾下狱？又是这个事啊。我不甚在意地挥了挥手，怀瑾要跟朕成婚了，怎么可能害朕？此事定是有人陷害，朕已命大理寺再去查。成婚？陷害？他一字一句说得极慢。既然陛下执迷不悟，那臣不得不拿出先皇留下的令牌了。我心中大惊，猛地一拍桌案。崔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他扯了扯嘴角，勾起一抹笑。陛下被人蒙蔽，辨不清是非，倒怪罪起臣了。说完，甩了下衣袖，转身就走。放肆，给朕站住！我怒极，上前一把将他抓住，却不想被他反手扣住了手腕，整个人逼近过来，修长身影几乎将我整个人笼罩。陛下不是厌恶臣吗？
又来与臣拉扯做什么？放手！我怔了怔，却完全挣脱不开他的禁锢。崔荣，你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他嫣嫣而笑，似讥似讽，缓缓放开了手。夜深了，陛下早些歇息吧，臣告退。崔荣，朕念你教导多年，给你留些颜面。明日你若敢捉拿宋怀瑾，休怪朕不客气。我对着他远去的背影喊了一声，他脚步微顿，并未停留，极快地融入一片夜色之中。父皇驾崩前确实给了崔荣一道令牌，可监斩百官。当时他诚惶诚恐，宁死不要。还是我扑在他怀里，哭红了眼睛。崔荣哥哥，父皇母后都不在了，各地的藩王们又都不满朕一个女子继位。这个世上，我只相信你一个人了，你就收下这令牌吧。他紧紧抱着我，轻声说：陛下别怕，臣会一直守在陛下身边。一晃5年，他的话言犹在耳，人却变了。我一整夜没睡踏实。天亮去早朝，崔荣果然拿出那令牌，要捉拿宋怀瑾。我自然不同意，一时间剑拔弩张，朝臣们纷纷来打圆场。最后还是崔荣服了软，垂眸跪地：侍臣逾矩，求陛下恕罪。偌大的朝堂，他跪在中央，似折了翼的白鹤，轻衢伶仃。不知为何，我心中忽地生出一丝不忍，摆了摆手：念你初犯，朕不计较，若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退了朝，我回到寝宫，想到有些日子没见宋怀瑾了，不如召他进宫，告诉他我并没听信大理寺一面之词，给他吃颗定心丸。我刚要宣太监去传话，有宫女端着汤盅进来。陛下昨日说想喝玉梨膏，御膳房连夜熬制好了，陛下趁热用了吧。这几天确实跟崔荣吵得心浮气躁。我接过汤盅，一饮而尽，又吩咐派人去宋怀瑾府上，就说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头晕目眩，软软倒在了椅子上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朦胧中感觉有人在轻声叫我：昭昭，该醒醒了。睁开眼，只见崔荣就在身边，浅浅笑着，眼中是无限缱绻。朕怎么会突然睡着？我想揉揉发胀的头，却发现双手腕都被银链锁着。再看四周，红绡帐、鸳鸯烛，床头雕刻的合欢花，这不是我为崔荣建的那间暗室吗？我当时睡意全无。崔荣，你要做什么？他嘴角的笑越发温柔，眸光亮得惊人。做臣一直想对陛下做的事，将陛下锁在床榻上，日日夜夜，只有臣一人。我眨了眨眼睛。崔荣，你中邪了？是，臣中了陛下的邪。囚禁皇帝可是灭九族的大罪，现在把锁链解开，朕可以既往不咎。不，若是解开，昭昭就再也不理我了。说着，他从怀中取出一朵合欢花，目光晦涩涌动。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昭昭亲手送的，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。我愣愣地看着那花，依稀认出是12岁时送他的那朵，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，竟能保存如初。昭昭不理我时，我就整夜看着这花，就好像昭昭在我怀中。他边说边将花插在了我的鬓间，细细端详着，眼角潋滟起薄红。昭昭真美，吻顺势落了下来。放开！我刚要挣扎，就被扣住了手腕，修长的手指在锁链处轻轻抚着。昭昭乖，别乱动，乐红的话我会心疼的。帷幔层层落下，烛影摇曳中，我看到他雪白的脊背上有一块鲜红的疤痕，心中猛地想起了什么，抚向那伤痕。你何时受的伤？他微愣，吻向我的耳畔，声音沙哑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。昭昭终于肯在意我了。那天真的是你救的我？那为何宋怀瑾说？我的话忽地被一阵刺痛打断，身上的人轻咬了下我光裸的肩膀。昭昭是我的，不许再提别的男人。可是我还想再问，却直接被骤然掀起的疾风骤雨吞没。鬓间的合欢花来回回荡着，仿佛永无尽头。崔荣将我囚禁在了这暗室之中，对外称我染了病，由他代为摄政。一连数天，我百无聊赖地数着床头合欢的花瓣，
心中后悔，怎么当初不再多叼一些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数完。门终于又开了，随着走近的脚步声，我被人卷进怀中。昭昭，想我了吗？我叹了口气，尽量心平气和地开口。崔荣，你到底要把朕关到什么时候？就不怕有人起疑，率军逼宫吗？他眸中荡开一片氤氲晦色，修长手指勾起我手上的锁链，一圈圈缠绕着。我想关朝昭一辈子，这人真是疯魔了。我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他的吻封住了口。如今他在床榻上越发熟稔，轻易就能让人沦陷。情浓时，在我的耳畔不断低声絮语：昭昭，爱我吗？昭昭，是我的吗？朝昭，舍得我死吗？我在他怀中起起伏伏，呜呜咽咽地回应着：唉，是不舍得。他听了，勾唇而笑，色若春花，仿佛要将人溺死在那潋滟眸光之中。可惜沉沦的日子终究不会持久，纸里包不住火。我生病的托词终究会引人怀疑。崔荣已经几天没有回来了，应该是在应付朝堂上的质疑与纷争。今晚来送饭的又是那个在御书房伺候的宫女，从我做皇太女跟着崔荣读书时就见过她。她恭恭敬敬地将晚饭放下，正要告退时，我突然问：崔荣呢？为何还不来？请陛下再耐心等2日，崔大人说忙完琐事就来看望陛下。闻言，我轻轻笑了笑。琐事？以崔荣之才，区区琐事也能让他忙这么多天？恐怕现在满朝文武都还吵着问他皇帝在哪吧。我边说边打量那宫女神色，口气又轻又缓。囚禁皇帝可是灭9族的大罪，你一个小宫女，只怕到时也会被牵连，没了性命。不如这样，你偷偷替朕向外递一封信，等朕得了自由，不仅赦免你的罪，还给你金银，放你出宫，如何？说完，我懒散地倚在枕头上，气定神闲地看他。他低着头，双手捏紧衣裙，似能感觉到我的目光一般，越抖越厉害。我看了他一会儿，猛地用手上的锁链击了一下床头，厉声道：想好了没？是死是活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他再也忍不住，扑通跪倒在地。陛下恕罪，奴婢任凭陛下差遣。我满意的一笑，解下衣带，上面是我昨晚咬破手指用血写下的字迹。把这个送给征北将军宋怀瑾，想办法别走漏了风声，不然朕也保不住你的命。宫女战战兢兢地离开了，暗室里再次一片寂静。我看着周遭的一切，红烛、合欢、帷幔、鸳鸯枕，宛如一场旖旎的梦。3天后的清早，外面就传来阵阵嘈杂声。崔荣，你胆敢谋害陛下，罪无可恕。是宋怀瑾的声音。他果然来了。陛下不过是龙体欠安，休养几日便可痊愈。宋将军带兵硬闯皇宫，才是谋逆，其罪当诛。是崔荣在说话，嗓音平淡如水，和在床榻上的沙哑魅惑简直判若两人。陛下大半月未曾露面，分明已被你所害，你竟还想要瞒天过海。来人，将他拿下。随着宋怀瑾的喝令，传来一阵锁链的声音。崔荣似被人绑住，口气仍旧平静无波。宋怀瑾，你一口咬定陛下已被害，是想要拥立谁登基？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良久，宋怀瑾低沉的声音响起：齐王乃先帝一母同胞的幼弟，理应继承大统。齐王？崔荣冷笑出声。宋怀瑾装了这么久，终于说出心里话了：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将崔荣押入天牢，恭请齐王殿下。慢着，谁说朕死了？我推门而出，将宋怀瑾的话打断。殿外围满了士兵，看装束，一些是宋怀瑾带进京的私兵，大多数都是素未恭进的羽林卫。几个羽林卫首领皆认识我，见我出来，纷纷跪拜在地。臣等参见陛下。我微微颔首，让他们平身，又笑着看向一脸惊讶的宋怀瑾。怀瑾，你以为朕被囚禁在暗室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便咬定朕已身亡？等齐王登基之后，朕这颗弃子就能随意处置了。你此次回京，打着做皇夫的名号，其实是谋取朕的皇位的，是吗？
我每说一句，他的脸就愈加苍白一分，最后凄然一笑，神色无比黯然。锦朝，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是故意在和我演戏。我轻轻叹了口气。怀瑾，你跟朕虽从小一起长大，有两小无猜的情谊，但朕也不得不防。朕身为女子继位，藩王们都颇有微词。齐王是父皇的同母弟弟，自然心里最是不甘。你驻扎的地方离齐地太近，朕早就在你身边安插了探子，知道了你跟齐王的密谋。但朕不愿大动干戈，祸害百姓，就想了个选皇夫的由头，诱你进京。那日猎场上，你给马下毒，就是想取朕的性命吧？可朕不知道你和齐王究竟在京城安插了多少兵马，只能一直隐忍。最后不得不跟崔太傅商量出个计谋，假意被囚，引你带人来救驾，便可将所有人一网打尽。他垂着眸，静静听我一口气把话说完，双手无力垂下，手中的刀应声而落。锦朝，我从没想过要你的命，我只是想带你远走高飞，再不被这红墙高瓦束缚，天南海北，一生相伴。远走高飞，天南海北。我笑出了声，带着些许嘲讽。朕从小学的就是如何做储君，要的就是君临天下，你又何必一厢情愿地认为朕是被束缚在宫里？说完，挥了挥手，把他押走，全城搜捕齐王及其党羽。刚刚宋怀瑾那么笃定让齐王登基，想必齐王也已秘密进京，这倒也省了许多麻烦。等所有人都退下，我才转眸看向一直默默立在身后的崔荣，他仍被锁链绑着，正凝神看我，温润的眉眼间满是笑意。陛下长大了。我昂了昂头，一把拉住他身上的锁链，跟朕走。我将他拉进暗室，一把推倒在床上。好你个崔荣，朕不过是跟你商量好了演戏，你倒好，真把朕锁了这么久，该当何罪？他眸底荡开一片晦暗的幽深，嗓音阴哑：臣之罪，任由陛下处置。我俯身勾起他的下巴，挑眉一笑：朕最是记仇，你锁了朕半个月，朕就把你锁在这一辈子。他仰起头，直接吻在我的唇上。臣求之不得。崔荣番外。崔荣自幼生得好看，又才学极佳，自有了功名后，便被许多人前来议亲。可他性子冷清，对男女之事向来不甚在意，反而觉得那些登门而来的人很是聒噪。直到那年，他遇到了皇太女李锦朝，像是只小鸟一样落入他的怀中，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，是他从未见过的清澈。他做了太傅，每日教李锦朝读书。李锦朝天资极好，除了读书写文章，琴棋诗画也都学得极快。和天下所有的先生一样，崔荣喜欢这样聪慧的学生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种喜欢渐渐变了。崔荣发现，竟然对自己一手教出来的学生生出了男女之情。他羞愧万分，觉得自己简直禽兽不如，无时无刻不在拼命克制。幸好李锦朝单纯懵懂，并没有发现他如此龌龊的心思。一年复一年，先皇驾崩，李锦朝继位。崔荣听一个小太监来报，说陛下在寝宫修了一间暗室。他按捺不住，偷偷去看，明白了，这肯定是为他将来夫婿造的。崔荣极度的发了狂，一个念头自心底油然而生，好像将李锦朝锁在这里，只属于他一个人。原本他觉得这只能是妄想，直到那晚李锦朝来找他，商量诱捕宋怀瑾和齐王一党时，提出假意被囚禁，那个念头再次冒出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崔荣面上平静，内心却涌起惊涛骇浪，整个人都忍不住发抖。昭昭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就别怪我假戏真做了。宋怀瑾番外。离京那天，宋怀瑾最后看了一眼那巍峨的城墙，凄惨一笑。哪怕是犯了谋逆大罪，锦朝还是留了他一命。只不过往后余生，他都要在流放地岭南，再不能见锦朝一面。打记事起，他就认识李锦朝，两个人吵吵闹闹着一起长大。在宋怀瑾心里，一直认为将来会娶锦朝为妻。在李锦朝被立为皇太女那年，皇帝御下旨给他们赐婚，多年的愿望就要成真，宋怀瑾却独自喝了一整夜的闷酒。他不想做皇夫，不愿一生被困在宫墙之中，
围着一个女人转，哪怕那个人是锦朝。天亮后，他留下封书信，就骑马离开了京城。既然不能娶心爱之人，那不如再不相见。一晃多年，宋怀瑾在北疆立了战功，有了官职，在军中渐渐有了威望。这时，齐王暗中找到了他，得知齐王想要篡位时，他脑中忽地有什么一闪而过。如果李锦朝不做皇帝了，那他就能和自己一起天南海北，厮守一生。想及此，宋怀瑾答应了齐王的密谋。之后，他回京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人，按照事先约定，以烦闷为借口提出去猎场。他确实给坐骑下了毒，但那毒很轻，只会让李锦朝受伤。按照计划，他带人找到锦朝，对外称皇帝在猎场重伤，以秘密入京的齐王便可趁机起事。可这一切被崔融打乱了。气急败坏之下，他趁着崔融围救锦朝受伤，派出了杀手。可惜关键时刻还是让崔融逃走了。所幸锦朝对这一切并不知情，还以为是自己救了他。只要锦朝还信他，就仍旧有机会。宋怀瑾笃定锦朝对自己的情谊。收到那封血书时，他激动得一夜未睡。太阳升起时，他带着所有兵马进了宫。那时他以为自己奔向的是未来的幸福，殊不知自始至终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痴心妄想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